我们似乎从降生那一刻起，就坠入了一张由命运编织的巨网中。家庭的期待、环境的局限、天赋的差异、际遇的无常，这些看似无法撼动的元素，像无形的绳索，将我们紧紧捆绑。我们挣扎、抱怨、努力向上攀爬，却仍在一次次跌落后，被迫承认命运的强大与不可违逆。逆境中，我们的第一反应，尝试从外部寻找出路，换一份工作，搬一个城市，遇到一个对的人。我们像是在试图修理一辆抛锚的汽车，只要更换坏掉的零件，一切就会好起来。实际上，这辆汽车真正的问题，并不是那些零件，而是导航系统早已偏离正轨。而这个导航系统，正是我们的念头。它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待世界，也决定了我们会往哪里去。那么，是否意味着命运并不全是命里星象安排的蓝图，而是来自一连串从未被质疑的念头，常年累积堆叠，最终投射出今天的现实呢？这不是空泛的心理安慰，而是众多灵性导师一致强调的核心观点：意识确实可以改变现实。你的念头不是静止的，而是一种持续释放震动的能量场。当你说出相信并投入其中时，他们就已开始塑造你的人生剧情了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拜伦·凯蒂，1942年生于美国加州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灵性导师之一。但他的觉醒之路并非从光开始，而是从黑暗深处走来。多年来，他深陷酗酒、焦虑与忧郁之中，生活对他而言是一场持续崩解的梦魇。他几乎足不出户，拒绝与人接触，对外界充满批判，对自己更是苛责到底。他的世界是封闭的，而他唯一能掌控的，就是关上所有通往光的门。直到某个清晨，他在康复中心的一间小房间醒来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忽然有了穿透性的觉察。让他痛苦的，从来不是发生的事，而是他相信了关于那些事件的念头。这不是神秘启示，而是一道极其简单的洞见，如一道光划破厚重的茧。原来困住他的，并不是现实，而是他对现实的诠释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开始观察、记录、质疑自己的念头，逐层拨开常年沉积的内在语言。这段经历被他整理为一套方法，命名为转念作业。2002年，他出版了经典之作《爱上这样的我》，首次完整呈现这套自我觉察与内在自由的路径。此书不仅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，更被誉为21世纪灵魂自由的经典。这本书不教你变得更好，也不强调积极思考，它只是邀请你停下来，看见那些你从未怀疑过的念头，并诚实地问一句：这是真的吗？凯蒂说过一句话，如今成为无数人转化的钥匙：当我相信我的想法时，我受苦；当我不相信他们时，我就自由了。这是一种生命观的彻底翻转。痛苦从来不是现实本身，而是我们对现实的诠释，而这些诠释往往早已自动运行，从未被我们真正检查过。我们以为自己被命运困住，其实只是困在那些从未被质疑的念头里。你不是那个痛苦的念头，你只是一直相信了它。而你也可以像它一样，在某个看似平凡的清晨醒来，松开那些你以为再也放不下的东西。我们的头脑就像一台日夜不歇的超级计算机，持续接收、分析与处理着来自内外世界的庞大资讯。有的来自眼前的经验，有的早在我们还年幼无知时
就悄悄植入心中。这些讯号在内在相遇、碰撞、交织，最终凝聚成一个又一个念头。念头虽无形无状，却是我们一切感受与行为的起点。当你在心中闪过“我不够好”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想法，它会悄悄渗入你的语气、眼神、站姿与选择。它会让你习惯退缩、道歉、妥协，把舞台让给别人。当你相信世界是不公平的，你会在生活中不断寻找证据去验证它。路人的冷漠、主管的不满、命运的偶然，都成为你论点的一部分。你看见的不再是世界，而是你相信的那副滤镜所映照出来的投影。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观看现实，其实是在观看信念。同一场雨，有人愁眉苦脸地抱怨：“真倒霉，计划又泡汤了。”也有人仰望天空微笑：“终于下雨了，空气都变清新了。”雨是同一场雨，世界没变，变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它。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相信头脑的每一句话，仿佛它们是来自宇宙的神谕。我们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个念头是真的吗？正是这种对念头的无条件信任，才是我们痛苦的真正根源。我们以为是环境让我们无法呼吸，是他人让我们受伤，是命运对我们不公，却很少转身看看那个坐在内在驾驶座上的操控者。其实是我们早已自动运行、未经审视的信念。它们像一套设定错误的导航系统，把我们不断带往那些熟悉却令人窒息的方向，一次次地重复着相同的剧情，一次次地陷入相似的情绪。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人生，其实只是在旅行城市。这些念头不只是反映现实，它们正在创造你的现实。而你以为的命运，不过是被这些念头雕刻出来的结果。所以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学会怀疑那个声音。你不是那个念头，你是能够选择相不相信它的意识本身。当你愿意停下来，对念头轻声一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那一刻，一道缝隙打开了，自由的风才得以吹入你的生命。我们究竟该如何松开那些由念头构筑的枷锁？凯蒂在《爱上这样的我》中提出了一套简单却充满力量的方法——转念作业。这不是一种技巧，而是一种回到自己内心的方法，一种看见、质疑并释放的温柔邀请。它不鼓励我们对抗念头，也不追求强行的正向思考。它要我们做的是停下来，带着慈悲和诚实，安静地问自己。他说，痛苦不是来自发生了什么，而是来自你相信了什么。这句话的背后是一整个不同的世界观。你不必打败念头，只要愿意看清它。你不需成为另一个人，只要愿意回到当下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控制，而是觉察。转念作业的核心是为你的心创造出一个空间，让你不再盲目跟随，被自动导航拉着走，而是在念头升起的那一刻，轻声问自己：这真的是我要走的方向吗？这一问就像一束光，照进我们习以为常的黑暗里，照见那些我们一直以为非这样不可的思考模式，也照见了我们从来不是那个念头。这套作业包含4个问题，看似简单，却蕴藏着深刻的转化力量。1. 这是真的吗？让你第一次停下来，对那些深信不疑的念头产生怀疑。2. 我能100%确定这是真的吗？这一问让我们从信念中退一步，发现它不过是一种解读，而非事实本身。3. 当我相信这个念头时，我会有什么感受？它可能带来紧张、焦虑、自责、冲突，而非温柔与清明。4. 如果我没有这个念头，我会是谁？这是最关键的疑问。它打开一扇门，门后的你更宽广、更自由、更真实。当你诚实地经历这4个问题，
你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答案，你会得到一个可以重新选择的空间。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重新与现实相遇，不再透过扭曲的滤镜，而是透过觉察、接纳与理解的眼睛。那不是结束，而是一道缝隙，一道让光进来的缝隙，一道让你与自己的生命重新对话的起点。这就是转念的第一步，不是激烈的改变，而是温柔的松开；不是成为更好的人，而是回到内在那个早已够好的自己。凯蒂在提出4个提问之后，还补上了一个关键步骤：反转。这个步骤的本质是将原本让你痛苦的念头翻转成相反的说法，并诚实地问自己，这个反转是否也成立，甚至它可能比原本的念头更真实吗？例如，一位母亲多年被我女儿不应该顶撞我这个念头困住，透过提问，她开始反转这个信念：我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压过她的声音。我女儿在表达真实的感受，她非常渴望被听见。我顶撞了她的成长，而不是她顶撞我。每一个反转都是视角的转移，视角一变，心也松了。这种松动不是勉强说服自己，而是一种从内而生的顿悟。让我们痛苦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件唯一且僵硬的诠释方式。当念头被反转，我们的位置也会改变，从受害者变成见证者，从控诉他人变成理解自己，从命运的囚徒变成故事的改写者。正如凯蒂所说，我们总想放下那些念头，却失败；而当我们诚实的反转，那些念头反而主动放下了我们。自由不是靠逃离现实得来的，而是靠你愿不愿意回头看，看见你一直相信的念头是否真的成立。很多人第一次做这个作业时，并不会顿时开悟，但会静静地说：我好像能呼吸了，胸口的紧绷松开了，心中的压力散去了，连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温柔了。心理学称这为认知介入，意指我们不需要压抑情绪，只需换个角度去看待念头，情绪自然转化。每一次提问是一次自我诚实的对话，每一次反转是一扇理解与宽恕的门。这不只是疗愈，更是一场灵魂的觉醒。当你学会质疑念头，你就找到了自由的钥匙；而当你学会反转，你就开始拆除那堵挡在你与真实自我之间的高墙。墙的另一边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而是那个早已被你遗忘的自己，正静静等着你回家。转念并不困难，困难的是在情绪涌现的那一刻，还记得做出选择。它不是技巧的比拼，而是一种熟悉感的养成。就像肌肉需要锻炼，我们的大脑也需透过每天的精神练习，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。神经科学早已证实，大脑具有极高的可塑性。每一次的转念练习，都像是在内在开辟一条新路，练得越多，那条通往清明的道路就越自然，最终成为你的心灵惯性。以下4种日常练习可以帮助你重新校准内在的导航系统。1. 晨间定心，起床后花5分钟静坐，观察自己的呼吸与念头，无需压抑，也不需跟随。这是一种温柔的提醒，你不是那些念头，而是那个静静观察他们的人。2. 书写与自问，准备念头日记，写下困住你的想法，并用拜伦·凯蒂的4个提问审视它们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能确定它是真的吗？相信这个念头时，我是什么样子？若我不再相信它，我会是谁？最后反转这个念头，找出新的观点，如我正在学习，或我值得被爱，并感受它在你心中留下的余韵。3. 视角转换，遇到难题时，换一个角度看待它，从朋友、长辈或未来自己的视角出发，也可以用悲观、乐观与幽默3种方式重新叙述事件。你会发现，事情未变，
感受却已全然不同。4. 感恩聚焦，每天写下3件值得感激的小事，它们可能是阳光、微笑或一个拥抱。感恩能帮助你把注意力从匮乏转向丰盛，使心灵更容易找到光的方向。最后提醒你，转念不是压抑情绪，而是温柔地陪伴自己走过情绪。当你累了，就停下来，这不是懒惰，而是爱的实践。转念不是灵光一闪，而是一种你每天都可以练习的呼吸节奏。慢慢来，别急。你每一次愿意练习，都在对宇宙说：我准备好了，走上真正属于我的路。在未来的你，会感谢今天勇敢转念的自己。这一刻就是起点，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终于看见自己不是那个在命运里挣扎求生的人，而是那个能够伸出手轻轻转动方向盘的存在。你无需惊天动地的改变，只要从一个念头开始，那一瞬间，你已经离开旧路，踏上属于你的旅程。转念不是一声呐喊，而是一种内在的柔和转动，像黎明前最微弱的光，尚未照亮整个天空，却足以告诉你，黑夜正在退场。像风吹过静水的波纹，一圈圈地扩散出去，最终改变整个湖面。你不需要马上明白全貌，只要此刻愿意诚实地承认，也许我一直走得太匆忙，忘了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吗？真正的起点不是地图上的坐标，而是你第一次放下固执与习惯，重新用爱和自由看待自己与世界。那是一种深深的放松，是对生命的温柔臣服。我不再操控一切，但我会选择用清醒与慈悲活着。命运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道道选择组成的河流。你不必急于奔向终点，只需要在每一个分岔口，诚实地对自己说：我值得走一条更温柔的路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这样做时，整个宇宙都会默默为你让出空间。你再不需要华丽的宣言，也不需要旁人见证，那就是命运真正开始听见你心跳的时刻。当你决定转念，命运就已转身。